这是火箭拼了老命也要完成的147。好球！这个球，这个一杆细腻到无以复加的配球，直接让解说的嘴巴跟不上溜。而紧接着这一杆4库大绕台，母球以完美落点精准拿下黑球，更是彻底让现场女粉丝全都炸了。因为这是2011年保罗亨特精英赛，为了以最高敬意缅怀离世的好友，火箭拿着生涯最低的奖金打了这次堪称最难的147。都知道火箭是出名的加钱居士，但没有奖金也这么不留后手，对手拎着毛巾直接看懵了。而接下来开局就不顺利的操作，或许也只有火老师会继续硬刚到底。这听觉效果拉满的炸球，感觉就像使了牛大的劲，结果放了一个蚂蚁的屁。火箭死死地盯着左下唯一的红球，那副志在必得的神情，仿佛就是在让球迷放心，因为经典往往出自于逆境，而逆境就交给他去征服。利用球堆界停的同时，顺便再次带一下球堆。理论上来说，可以单下的红球已经接近超分，但火箭和其他球员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当别人还在精心计算如何拿下比赛，他脑子里永远想的是如何清场。也正是这种追求打好每一局的信念，不仅让他获得球迷的喜爱，也让赢下比赛都变成了只是顺便之事。25. 32. 33. 哇，拉杆继续来找黑球，那你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个惊喜？你说140啊，对，有道理。而且这局球是逼着他要打140，除非你用5分球来过对跑球。48. 49. 再次顶了一下中间这颗，左侧的3颗红球也就救活了2颗，而粉球右侧这4颗依然还充满着变数。56. 57. 看一下力量，下方这颗球刚刚好啊，刚刚好能过，而且可以把红球堆全部顶开。好球，一次性荡平红球堆的障碍。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黑球留了一个大角度，需要一个漂亮的纠错强行调整。漂亮！哎呦，好球！这就是火箭，关键时刻准度和控球都没有稳，而他最恐怖的地方就是那颗无人可及的大心脏，顺境巫师逆境躲，乱局之下斩妖魔。73. 来呀，147分啊，朋友们啊，大家醒醒吧！转眼间11套红黑已经下来，现在台面唯一的2个难点就是上半台的红球，还有粉球左侧这颗。以火箭的控球能力，区区一个中台的教位自然是难不住他。但是粉球左侧这颗就还有变数，因为 K 球的不可控性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但是关键就是你要看，在打这颗球你顶带的时候，它这个母球的落位，你要接7分球怎么接过来？你要稍稍留一些向下有走背，对。哎呀，看一下这杆，这个左侧的底带可是推不过来的呀，只能打高弯曲的这颗了。啊，漂亮！好球，非常的漂亮，有戏啊，绝对是有戏啊！这一杆难度相当高。对，把最难打的这颗已经解决。没错。105. 啊，角度稍稍大了一些，是顶一下。好球！但是这个球，这跑球台了，对，要绕球台了，看一下这杆，要跑球台了。好的，看后球。140.
真的是天神下凡，连续的难题在他面前全部迎刃而解。如果147是斯诺克的极限，谁能知道火箭的极限究竟在哪里？如果加钱是火箭升空的动力，那这一局为了友情的表现，又该如何解释？这一杆下去，火箭又创造了一个纪录，决定生死的黑球被他精准的送到袋口，而且根本不给对手喘息的时间，他就已经握手认输。没错，自我淘汰这件事情，他的速度也是这么火箭。但是现场观众的怒火瞬间翻腾，如此明目张胆的假球，我们买的套票找谁报销？声讨奥沙利文的言论顿时铺天盖地。其实火箭还真的另有隐情，因为赛前临时接到法院通知，为了孩子的抚养权，他的女友已将他告上法庭。本来就家丑不可外扬，加上向来孤傲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用这个理由退赛。既然寻不到两全的办法，只能选择又一次剑走偏锋。比赛首轮必须自我淘汰，但是他做噩梦都没有想到，对手的稚嫩和紧张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计划，用尽洪荒之力的放手，才终于把田鹏飞送进赛点。本以为这个局面肯定高枕无忧，哪知道这才是煎熬的开始。看这个效果，手软了。所有人都看出田鹏飞的紧张，但这才是最合理的表现。本来就才刚转入职业，还是持外卡才有资格参赛，况且对手还是奥沙利文。更夸张的是，自己还有机会去赢，这绝对谁上谁迷糊。本来可以一库解的，我看非得2库解，这是力度啊，就是不行。火箭也确实尽力了，2库解球为的就是创造失误。现在黄球中袋难度不是太大，但是考虑到贴库的绿球，田鹏飞还在进攻和防守之间纠结。要是能够战胜奥沙利文的话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火箭估计脑袋都要炸了，怎么想输个球这么难呢？仿佛全世界都要跟自己作对。现在黄球复位，母球还是手中球，这戏还能怎么演下去？干脆直接摊牌了，什么中袋王子的虚名，此刻的他只想用尽全力输掉比赛，然后回家。这个球，我又得说了，徐指导，这个我现在10杆能进个5、6杆。我力量太大了。田鹏飞这杆斯诺克没能做上，其实也方便了火箭继续喂饼。来看看这明目张胆的黄球送袋口，机会吧，绝了！这样的比赛不用怀疑是不是我上我也行，是真的谁上谁都行。沉住气，定定神儿。这球只要是白球别吸库就可以啊。还是吸过。解说一语成谶，田鹏飞上手怒砍2分，紧接着就给自己一杆斯诺克伺候。火箭一口淤血涌上心头，听说过扶不起的阿斗，今天终于长见识了。想输个比赛怎么就比登天还难？好球，看效果。有进攻的机会了。不好。奥沙利文还会给机会吗？不用怀疑，他必须会的。这样的比赛有多舒服？历史第一人给你无限喂饼，小白我是真的很想体验一次。这个数次把圣果拱手送到田鹏飞的这个手边啊，这送到家门口的这个礼不拿不合适。这运气来的真及时，全场彻底炸锅，火箭终于可以放心的喝口水。但是他这次又高兴早了。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推杆。险些又是一个运气球啊！很可惜，少了运气的帮忙，咖啡球再次晃袋而出。硬邦邦的长腿，你以为火箭要改变主意拿下比赛呢？其实真相是，彻底绝望的他在计算过分数以后，决定亲自扫除一切障碍。铁了心要输掉比赛的他，耶稣来了也没用。表演一根，黑球直接仰袋口，然后丝毫不给田鹏飞反应的时间，握手认输结束比赛。对于这样放水的火箭，兄弟们你怎么看？田鹏飞觉得也挺奇怪的啊。仅仅一杆斯诺克就让自己直接躺赢。丁俊晖出道10年，也只发生过这一次。
黑球下方仅有的一颗半位置，母球跨越整张球台，愣是精准的塞了进去。这是2013年世锦赛手缠黑纱的丁俊晖即将进入赛点，但是现在绿球贴库，黄球也被蓝球阻挡，想要一杆青台拿下比赛也不容易。至于带黑纱的原因，我们视频结尾再说。关键球来了，母球高杆一库如果能够复位蓝球，那就只剩下绿球一个难题。这就太无语了，母球哪怕多走半颗球都够了，再不行少一点也可能还有机会。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打活绿球，为之后的青台扫清最后一个障碍。好球！打活绿球的同时，又是一杆斯诺克伺候。如果对手漏机会，那就有一杆青台的可能。但是丁俊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布局没能派上用场，他马上就靠一杆斯诺克直接躺赢。这运气也是真背，解球的同时母球摔带，但是好在送出手中球以后，也并没有留下机会。而且几轮安全球的比拼，马努斯还率先得到一杆做球的良机。真细腻，轻薄绿球右侧薄边，利用篮球挡住下球线路，看看对手会怎么接招。马努斯都要哭了，刚刚是母球摔带，现在是2次撞击，明明是自己先手做的一杆斯诺克，没有拿到好机会不说，反而给对手送了5分。丁俊晖巡视一圈，点头示意让马努斯继续击球。这杆漏了一个远台，但是难度也确实很大。不过高风险也有高收益，现在其他彩球还算都在点位，只要能拼进这颗长台，基本就能拿下这局。这杆打带防让人有点费解，说进攻吧，差的太多，而且防守的效果也非常一般。接下来就是丁俊晖封神的时刻。角度和力度都已经控到极致，跨越全台的距离，高质量的斯诺克也是信手拈来。所有的竞技体育做到极致，应该都能成为艺术。马努斯连连摇头，虽然自己有着角度大师的美名，但是想要解到的同时不漏球，确实有点无从下手。出师不利，第一杆不仅线路偏差很大，而且绿球还直接大漏。不过现在咖啡球贴库，丁俊晖完全没有进攻的必要。第二杆尝试用右侧线路来解，但因为母球吃第一库距离很短，角度和力度都还需要大范围调整。这一次已经无限接近正解了，假如母球再多走一点，就能成功化解这次危机。按照这个进度，马努斯下一杆成功率就很高了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母球2库以后，马努斯都不敢看了，因为出手的瞬间就感觉到了偏差。连续4杆的失败，已经豪送16分大礼，仅仅再需要2杆，就能直接保送丁俊晖进入赛点。不愧是角度大师，线路方面确实有2把刷子，这次还是因为力度的问题。马努斯本就不爱笑的脸上又多了几分严肃，现在成不成功都看最后一击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看他喃喃自语的表情，这一杆我们也能猜到结果。连续6次的失败，现在分数刚好严分。丁俊晖出道10年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杆躺赢，原来这才是斯诺克的真谛啊！
打进咖啡球，彻底锁定胜局。最后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当年世锦赛前玉树发生地震，丁俊晖第一时间要求取消出场音乐，并且避缠黑纱参加比赛。这在世锦赛属于首例。如此有责任担当的运动员，喷子们打字的时候心不会痛吗？